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内阁大学士沈百年结党营私，即刻打入死牢，秋后问斩。其家眷及府内奴婢全数流放极北黑石岛，永世不得踏入内陆半步。钦此。臣冤啊！臣对皇上忠心耿耿，是赵相国构陷老臣。皇上，放开我父亲！你们这些阉走走狗！沈大小姐，省省力气吧。黑石岛寸草不生，鸟不生蛋，去了那里，你们活不过3天。带走。没想到英明一世的我，竟穿越成一个将死家族的小家徒。不过，极北黑石岛好像有点耳熟，好像根据史料记载，那里好像拥有全国最大露天优质煤矿和半升高领土的工业圣地。都给我听好了！到了这黑石岛，你们就全是死机。差爷使不得啊！这岛上滴水成冰，大小姐和二小姐身子骨软，没了棉衣和口粮，今晚就会冻死在这儿啊！求差爷行好，留一口吃的吧。老东西还当你们是相府的人呢！告诉你们，赵相国有令，沈家人一个都不许活着离开黑石岛。弟兄们，给我拔！沈大小姐，好好享受这黑石岛的风雪吧。明年的今天，大爷我来给你们收尸。都不准哭，沈家还没死绝。李四，你带上几个年轻力壮的，去海边砸开冰层，抓鱼。若是抓不到鱼，我们今晚全都得饿死。大小姐，这冰层有半尺厚，我们连个铁锹都没有，拿手去砸吗？再说了，水里骨头都能冻碎，下海就是个死。我不去，要去你去。放肆！我沈家供你们吃喝10几年，现在让你们去找条活路，你敢抗命？按照沈家家规，抗命者死。李四，你疯了！敢对大小姐动手！沈家家规，沈家已经倒了，老爷夫人都进了死牢，你还端着什么大小姐的架子？大家都要冻死了，凭什么我们要去海里送命供你吃喝？退后！你们想造反吗？退后！林晨，你疯了！死到临头，你笑什么？我父母身陷死牢，全家落到如此十死无生的地步，你一个下等贱役，竟敢在此幸灾乐祸！信不信我先杀了你？杀了我，你们今晚就会冻死。你爹娘也只能在天牢里等秋后问斩。你胡说什么？这里没有木柴，只有这些点不燃还会冒毒烟的黑石，我们拿什么活？无知，点不燃是因为你们蠢，冒毒烟是因为里面有硫。在我眼里，这里遍地都是黄金。想活命的，立刻闭嘴！李四，带着人去那边把黄色的泥巴给我挖过来。王叔，把你们身上的水壶全拿出来，去找点没结冰的淡水。你算什么东西？平时连个屁都不敢放的粗使下人，敢支持老子！我再说最后一遍，按我说的做，你能活。再废话半句，我把你扔海里喂鱼，去挖泥。把那些大块的石头搬过来，围成一个半圆，中间留空，石头之间留出2指宽的缝隙，用来进风。快！毒烟，这是毒烟，他要毒死我们！闭嘴！看着！别急着惊讶，这点东西还不够填饱肚子。火生了，食物也有了，现在该谈谈我们的交易了。你到底想要什么？只要你把吃的给我，哪怕你要金银珠宝，等我回京。回京？沈清秋，你脑子还没清醒吗？你以为你现在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相府千金？没有我的火和盐，
你们今晚就会变成这岛上的冰雕。这座岛根本不是地狱，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富可敌国的聚宝盆。我可以把它变成一座钢铁堡垒，打造就让朝廷都得低头要人的底气。到那时，你爹娘的命，我来保。你能救我父母？你需要我做什么？代价只有一个，把我的卖身契撕了。不仅是撕毁契约，从现在起，主厨名分彻底作废。我是这座岛的绝对领主，而你，沈清秋，只是我雇佣的副手。你给我打工，我给你救人的筹码，以及你妹妹活下去的食物，选吧。沈清秋，愿凭差遣，只求救出我父母。吃饱，明天天亮，所有人开始砸石头。我要让这个时代听听机器的轰鸣。天亮了，全部起来干活。干什么活？这破岛上连棵树都没有，昨天的鱼也吃光了，难道去海里捞王八？李四，你带人带上铁镐和绳子，去那边把白色的石头全给我砸碎，运回来。王叔，带剩下的人去泥沼地，挖底层发黏的黄泥。凌晨，大家饿了一天一夜，昨天就吃了一口鱼。你不让我们去想办法找吃的，却让我们去砸石头挖烂泥，你想耗死所有人吗？第一，叫我领主或者老板。第二，我的规矩就是干活才有饭吃。放屁！石头能当饭吃？老子不去！大家别听他的，他就是想折腾死我们。我们自己去海边抓鱼。不去抓鱼的，尽管去。但我提醒你们，没有我的盐补充体力，没有我的煤火取暖，你们下海抓鱼就是死路一条。今天日落前砸不够100筐石头，挖不够50筐黄泥的人，晚上没有盐水喝，也不准靠近火堆半步。你这是草菅人命！在这个岛上，我的话就是命。沈副主管，带头去挖泥吧，这是你的第一份工作。王叔，拿上家伙，去挖泥。这干的是什么断子绝孙的活？老子在相府当差，好歹是个管事，现在沦落到给一个家丁砸石头。就是啊，李哥，那小子懂个屁！我看他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想报复我们以前使唤他。大小姐，您千金之躯怎么能干这种下贱活啊？您歇着，老奴来挖。王叔，我现在不是什么大小姐，昨天晚上我已经把他的卖身契烧了，我们现在只能指望他。大小姐，您还真信他能把石头变成饭啊？我看等咱们把体力耗光，全都得饿死在这趟烂泥里。凌晨哥哥，你把这些白石头烧了，它们就能变成白面馒头吗？变不成馒头，但能变成比石头还要硬10倍的东西。它现在叫石灰岩，等我用火把它烧透了，它就会变成绳石灰。把它和你们挖回来的粘土混合在一起，再加点水。会炸开吗？不会吧，会变成泥浆，但只要等它干透，它就会变成这个世界上最坚固的城墙。有了它，我们就不用再怕晚上的寒风了。那我来帮你扇风。别让你姐姐看见。王叔，过来领盐水。你干什么？我的呢？今天你带头偷懒，你的小队只砸了50筐石头。按照规矩，没有盐水，退到火堆3丈之外。放你娘的屁！老子砸断了3根镐头，手都磨破了。你敢不给老子水喝？兄弟们，这小子手里就这点盐，抢了他的！
你动一下试试。够了，都给我住手！凌晨，他干了活儿，不管多少，他干了。你现在是在逼他们造反。规矩就是规矩，破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我不需要废物，更不需要不听话的废物。滚开！想活命，就收起你们在相府里的少爷脾气。明天任务加倍。碳酸钙分解，回溯因合成，虽然杂质多，但能用。风越来越大了，气温在降，大家冻得受不了了。你不让他们围着火堆，让他们搅这些泥巴干什么？建房子。建房子？用烂泥建房子？今晚寒流就要来了，这种泥巴堆起来的石头，风一吹就倒了，会砸死人的。这是水泥，今晚之前，它就会坚硬如铁。大小姐，别理那个疯子了，烂泥能糊上墙？他以为自己是鲁班在世呢。大家抓紧烤火，今晚这风不对劲，肯定要冻死人的。这是什么？这叫火炕，北方人过冬的命根子。姐姐，好热，像夏天一样热。泥巴真的变成了铁石，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你明明只是我沈家买来的一个粗使今天。你沈家买来的是一具肉体，但我的脑子里装的东西，买下你们整个大前王王朝都绰绰有余。开门！开门啊！林晨大爷，林大爷，求求你开门，我们要冻死了！门开了，冷风灌进来，里面的人也会冻僵。想清楚再动。可是他们会死在外面的。白天我让他们干活建屋，他们嘲笑我玩烂泥，躲去烤火，这就是他们选择的代价。这世上没有不用付出代价的施舍。领主，老板，我错了，我以后给您当牛做马，求您开开门，上条活路吧。我明白了，领主。滚进来！从明天起，除了砸石头，给我开始挖矿。谁敢少挖1两，自己跳海！官兵来了，官兵上岛了！这荒岛上竟能产出比青盐还纯的雪花盐。赵相国说你们活不过3天，看来这岛里藏着大秘密啊！严千主，我们是朝廷流放的罪人，按律只需在岛上自生自灭。你带兵强闯，意欲何为？意欲何为？老子受赵相国密令，来看看你们死绝了没有。既然没死，还弄出了这么值钱的好东西，那就得按规矩办事。差爷，这是全岛几十口人的保命粮啊！你们拿走了，我们就全饿死了。流放犯也配吃饭？听好了，从今天起，这岛上产出的盐全归老子所有。至于你们，沈大小姐，以前在京城，老子连看你一眼的资格都没有。现在嘛，你今晚跟老子回船上，我或许能赏你们一口残羹饭饭。无耻！你敢碰我一下，我便一头撞死在这黑石崖上！哈哈哈哈！撞死！你爹娘在天牢里还没死，你舍得死吗？给我带走！林晨哥哥，这块铁已经烧了3次了，还要砸吗？生铁太脆，熟铁太软，只有不断折叠锻打，把里面的碳分排出去，再融入新的碳，才能变成钢。温度够了，婉儿，退后！出事了！
给脸不要脸！来人，把他绑了，扔到我船上去。岛上其他人全杀了，把盐和制盐的器具全搬走。畜生，放开我家大小姐！老不死的东西，找死！王叔，你别吓我，有没有药？谁来救救他？大小姐，老奴没用，护不住您了。您一定要活下去，等老爷。严虎，我沈清秋今日就算化为厉鬼，也要将你拖入18层地狱！就凭你手里那根废铁，兄弟们，给我把他拿下！我的人，除了我，谁也无权动。你不仅动了，还杀了他。哪冒出来的野种？一个挖煤的家丁，拿着根烧火棍也敢在老子面前装大王？你马上就会知道我是谁。给我把它剁成肉泥！我的眼睛好烫，我看不见了。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用的什么妖法？化学常识加高院钢冶炼，对付你们这群还停留在生铁时代的原始人，绰绰有余。老子在海上杀人的时候，你还在娘胎里吃奶呢！去死吧！我本该砍下你的手，但那太便宜你了。开船！快开船！你等着！凌晨是吧？老子这就回禀相国，下次我带大营的水师来，我要把你们这破岛轰成平地，把你们全都挫成万段！黑石岛弄属沈清秋，多谢领主主救命之恩。自今日起，沈清秋这条命是您的，您指哪里，我的剑就挥向哪里。参见领主，生死相随！都起来！严虎很快会带着军队回来。既然他们不想让我们活，那我们就把这天捅个窟窿，停下所有民生工程。李四，带人去挖硫磺。沈清秋，清点物资。从今天起，黑石岛全面进入战争状态。我要让这群封建的蠢货看看，真理永远只在火炮的射程之内。硝酸钾75%，硫磺10%，木炭15%，这是黑火药的最极佳配比。婉儿，木炭捣得越细，燃烧速度越快，威力越大。知道了，凌晨哥哥，我已经把它捣成面粉一样细了。领主，后山探明的硫磺矿量很大，但我们没有足够的铁矿石来铸造大炮，就算配出火药，也无处可用。谁说非要有大炮才能用火药？去把李四叫来。李四，点燃引线，用尽全力扔到那块石头下面。扔完立刻趴下，捂住耳朵。老板，这泥罐子是干嘛用的？听个声，照做，照做。这叫陶瓷开花雷，里面不仅有火药，我还加了铁钉和碎瓷片。只要20个同时爆炸，严虎的木船就会变成一堆烂木头。有此等神器，我们何惧水师？防御不是我的目的，从今天起，分出1半人手，日夜赶制开花雷。沈清秋，今晚带上10斤雪花盐和
和10把高推钢刀，跟我出海。出海？去哪里？去黑市，搞钱、买铁、买人口。黑石岛的科技树该加速了。黑石岛来的，我听说那是个流放死人的地方。怎么，连鬼都学会做买卖了？死人不会做买卖，但死人能拿出活人没见过的东西。一点苦涩味都没有，比皇室特供的贡盐还要纯上10倍。这是你们从哪儿弄来的？这叫雪花盐，黑石岛量产，每个月我可以提供2000斤，这批盐我全收了。看在你们大老远跑一趟的份上，1斤我给你们100文铜钱，如何？100文？市面上的劣等粗盐还要150文1斤，你这是明抢！沈大小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底细，我肯给钱已经是大发慈悲了。信不信我现把你们绑了，送去官府换赏钱？金老板，知道为什么我敢只带1个人来你的船上吗？虚张声势，给我拿下！这叫百炼高钛钢，斩铁如泥。爷，这位爷，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开价，只要您把这盐和刀独家供给我，您要什么我都给。第一，我要生铁矿石，每个月5000斤。第二，我要粮食、棉衣，还有火息。第三，我要人口，流民、铁匠、木匠，越多越好，全送到黑石岛对岸的隐秘滩涂。这雪花盐1斤1两银子，同意我们就做，不同意我立刻杀光你们，抢了这艘船自己运。同意，我都同意。爷，以后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告诉金老板，下个月生铁的收购量再加2000斤。另外，从今天起，雪花盐的价格提高1成，限量供应，造成市场恐慌。铁匠营的粮食配翻倍，告诉他们，月底前必须交出200根合格的枪管，做不到的，全扣工资。是，副主管。领主，第一批200支碎枪已经全部组装完毕，护卫队正在练习3段膝。这东西太可怕了，100步内精铁甲都能打穿。还不够，没有膛线，精度太低，只能靠人数和阵型弥补。我们的目标是把这群封建军队拉入热武器的绞肉机。走，去靶场看看。3个月，短3个月，江南的盐税暴跌了8成，铁器专卖直接停滞。你告诉我，那些市面上突然冒出来的雪花盐和削铁如泥的黑石钢，到底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吗？相国大人息怒，下官已经派人查明了源头，那些东西全都是从极北的黑市流出来的。顺藤摸瓜查下去，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黑石岛。黑石岛，沈家流放的那个荒岛，不可能，那个地方寸草不生，他们拿什么制盐炼钢？大人请看，这是下官高价买来的黑石钢刀，我朝的精铁兵器在他面前一触即断。黑市传言，黑石岛现在已经被一个自称领主的人控制，岛上日夜冒着黑烟，甚至还在大规模招募铁匠，打造神秘火枪。不管他是谁，绝不能让他活下去。有了这等财力和兵器，假以时日，他必定挥师京城，救神百年。立刻备教，我要连夜进攻面圣。沈家余孽在黑石岛拥兵自重，私造兵器，图谋造反。我要让皇上降旨，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抹平黑石岛。好一个沈家，流放边疆，竟然还敢私造军火，图谋不轨。传朕的旨意，将死牢中的沈百年夫妇由秋后问斩，提前至3日后53刻，凌迟处死。令传令皇家水须提督，即刻点齐20艘精锐主力战舰，水军5000，发兵黑石岛。朕要这岛上的生灵一个不留，全部沉入海底。
沈总管，出大事了！京城传出圣旨，黑市都传疯了。朝廷说你们拥兵造反，皇上震怒，下令3日后将您父母处死，还要派20艘主力战舰来平黑石岛。只有3日了，从这里到京城，就算快马加鞭顺流而上，也要2日，来不及了！爹娘，是女儿害了你们！领主，开门啊！领主，我求求你，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哪怕要我的命！求你发兵去救我父母，他们要被处死了！哭什么？眼泪能挡住火炮吗？可是只有3天了，3天，我们就算现在划船出发，也赶不到京城。谁说我们要划船？从这里到京城，顺着内河逆流而上，皇家水师的帆船需要2天，但这台蒸汽机不需要风，不需要桨，1天1夜，我能把它开到皇帝老儿的护城河里。敲响警钟，集结护卫队。今天我们不防守，我们去攻城。我要让整个大前王朝的旧贵族尝尝工业时代的滋味。林晨哥哥，过路压力已经达到红线，随时可以全速前进。关闭舰压，明轮全速运转，目标大前京城。爹，娘，等我。提督大人，据探子回报，黑石岛方向出现大量黑烟，正向我军阵地快速移动。黑烟，一群流放犯，8成是把岛上的破渔船点燃了，想借着火势冲撞我军阵型。传令下去，弓箭手就位，闯弩上弦，只要他们进入射程，立刻将他们射成刺猬。得令。没有挂帆，今日吹的是北风，他们逆风而行，速度怎么会如此之快？那是个什么怪物？那是铁做的船吗？铁怎么可能浮在水上？大人，那船没有帆，还会自己喷火吐烟，这莫非是海妖？放肆！什么海妖？不过是些奇技洋巧的铁皮壳子。传我将令，全军出击，靠上去打接拦战。老子倒要看看这铁皮壳子里装的是什么鬼东西！李四，火枪队进入掩体，炮手就位。200步，保持航速，不要减速，准备迎接冲击。放箭！小心！不需要。开炮！左舵满，火枪队自由射击。提督大人，挡不住，根本挡不住啊！那是铁船，大炮打不穿，火烧不透，咱们的船底舱进水了，马上就要沉了，降了吧？怎么可能？大前的水师怎么会被一艘连帆都没有的船打败？这不可能！给你们3息时间，挂白旗，否则下一发炮弹送你们全体未亡吧！挂白旗，全军向下主帆！领主，我们赢了，舰队投降了。没空接受俘虏，留他们在这里自己游回去。婉儿，把锅炉压力推到极限，全速进入内河河道。离你父母被行刑只剩2天了。那是什么？快看江面！开炮！岸防炮给我开火！绝不能让他过去，那是叛军的妖船！
要完了！城下何人？前方乃大前皇城，再敢靠近半步，放箭射杀！装弹！城里的人听着，我是黑石岛领主林晨，现在是辰时，距离53刻行刑还有2个时辰，去告诉你们的皇帝，立刻把沈百年夫妇全须全尾的给我送出城门。少一根头发，我今日就用火炮把这座皇宫夷为平地！大胆狂徒，你敢威胁圣上，放箭！哼，给皇帝老儿听个响，开炮！目标：城门楼屋顶。皇上，城门楼北角被妖船的火器炸塌，城防军死伤惨重，无法靠近水门半步。妖船上的贼首喊话，距离53刻行刑，只剩不足2个时辰。若不交出沈百年夫妇，下一炮就要轰击太和殿！放肆！朕乃天子，他一个流放的贱民，竟敢炮轰皇城！经营的10万兵马呢？火器营的红衣大炮呢？给朕轰沉他！皇上，经营的红衣大炮射程不足100步，根本够不到那艘妖船，而且那船通体被金刚包裹，实心铁弹打上去连个坑都砸不出，我们拿他毫无办法呀！赵相国，这就是你说的寸草不生，十死无生的黑石岛，这就是你说的绝对翻不起风浪的流放犯。你给朕招惹来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皇上，老臣冤枉啊！老臣也不知道沈家从哪里弄来的这等妖物。皇上，为今之计只能暂避锋芒，请皇上移驾西山行宫，再图后计。移驾？朕若是被一艘船逼得弃城而逃，这大钱的江山还要不要了？天下藩王若是知道京城连一艘船都挡不住，明日就会举兵奏反。启禀皇上，那妖船上的贼首用弓箭射来一封文书，说是黑石岛贸易与和平条约。念。文书上说：第一，立刻释放沈百年夫妇，毫发无损地送至船前；第二，处夺赵相国一切官职，交由黑石岛处置；第三，承认黑石岛为不受大前律法管辖的免税自治区，若皇上同意，便在城头挂白旗；若不同意，53刻炮轰皇宫。皇上不可啊！老臣对大前忠心耿耿，皇上若将老臣交出去，岂不让天下寒心？皇上，天下寒心，朕只知道，若不交出你，朕的皇宫今日就要化为焦土。大前的脸面已经被你丢尽了。来人，摘了赵相国的顶戴花翎，扒了他的紫袍，绑了，去天牢把沈百年夫妇提出来，挂白旗，开水门。大前皇帝口谕，已按约释放沈百年夫妇，褫夺赵相国官职，交予尔等。城墙白旗已升，请黑石岛立刻停火，撤离京城。爹娘，秋儿，真的是我的秋儿！老天有眼，沈家没有绝后啊！沈清秋，你敢动我？我乃大前当朝一品，皇上只是被你们胁迫，你们若杀了我，就是彻底与大前不死不休。赵相国，黑石岛的冬天冷吗？我王叔被你手下活活打死的时候，他比你现在更痛。领主有令，黑石岛不留无用之人的尸体。杀了你，太便宜你了。你们要放了我？
把他押上船，扔进最底层的锅炉坊。从今天起，给他带上30斤的脚料。他不是喜欢让人去黑石岛挖煤吗？就让他这辈子都在底层产煤，每天只给1碗馊水，只要没死，就一直产下去。不，你杀了我！沈清秋，你杀了我！我是一品大员，我绝不去挖煤！杀了我！爹，娘，女儿不孝，让你们受苦了。好女儿，好女儿啊！爹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你是怎么逃出黑石岛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秋儿，你受苦了，你的手怎么全都是茧子啊？秋儿，这艘铁船是怎么回事？这些士兵是不是你动用了咱们沈家藏在江南的秘密库银招募的海外雇佣兵，还是你嫁给了哪路割据的海盗军阀？爹，这不是什么雇佣兵，更没有海盗军阀，这是黑石岛自己造出来的船。不管是谁造的，现在都在我们沈家手里。好啊，有了这等神兵利器，皇上都得忌惮我们3分，我沈家复兴有望了。走，扶爹上船，爹要亲自统领这支军队。你是府里的那个下贱奴才林晨？好啊，你这个贱骨头竟然还没死！看到老爷夫人登船，还不赶紧滚下来磕头见礼？谁允许你穿的人模狗样站在那么高的地方的？秋儿，你还在等什么？这些兵是你招来的，还不快让他们把枪放下，把这个不懂规矩的贱奴拉下去乱棍打死！秋儿，你干什么？你没听到你爹的话吗？黑石重工副主管沈清秋恭迎领主回家。参见领主！参见领主！